东的战事似乎从没有一天休止。特朗普曾说要将美军士兵们救出这片永战的荒漠，然而他真正的意思被证实为加大火力歼灭一切敌对力量之后，美军就可以光荣撤出这片疆域了。但中东虽然除了石油资源貌似一无所有，那些不安分的地方势力自有地头蛇的生存法则，成为美军和联合国军最头疼的存在，至今也未能击败当中的敌人。国家利益网11月1日介绍了联合国军在中东的醒目事迹。来到中东，国家军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枪炮和火箭弹，这两种弹药受到当地地方势力广泛的欢迎，而他们袭击的对象就是神兵天将般的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巡逻队。2010年3月28日晚上，当美军巡逻队开着装甲车出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线附近，一个叫做库纳尔省的地方，埋伏在该省主要河谷的地方武装就开始了连番问候，以致当地有他们的2个小型据点，而这几次袭击也显示出相当的协调性，一看就做足了准备。枪炮和火箭炮虽然无法穿透装甲车，但带来的巨大爆炸声及其冲击波对装甲内部的士兵们来说，混响效果的体验简直不要太好。经历过这种枪林弹雨的一名意大利士兵，在后来的访问中就一直抱怨这些震耳欲聋的声音。这名士兵来自意大利第503步兵团第2营，尽管对此多有怨言，但这种声响还不是给他们造成最大困扰的那种武器。或许正在装甲车里这么想着的时候，那种武器就出现了。一枚夹着劲风的子弹就嘣了一下他们的装甲车挡风玻璃，地方武装狙击手似乎盯上了驾驶员。车内的士兵们立马就联想到，最近从情报部门流传出来的消息，当地武装力量获得了俄罗斯制造的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从现在直取驾驶员手机的操作来看，他们已经将德拉古诺夫运用娴熟。这种半自动式机枪诞生于1963年，是世界上第一支专为狙击而生的步枪，在精度、射速、重量、可靠性方面都表现出色，兼具成本效益，可大规模生产，形成战斗力。尽管这种步枪的杀伤范围小，但真是有效，因为你不会知道子弹的来向和来的时机。某种程度上，狙击也是一种隐身战术。于是，在阿富汗长达8年的战争初期，这种小型武器给联合国军造成伤亡的比例占大多数。虽然当地势力装备差，但是他们一般训练有素，枪法准，且开枪不挑人。因而，当时美军本就不擅长玩弄战术，对这种架势的应对总结是：来点烟尘，没有就祈祷吧。渐渐的，当地势力将这种随机击杀的战术发展成破坏力越来越大的知名简易爆炸装置。现在中东重大伤亡事件也经常出现，之所以说它简易，是因为成本低，材料也唾手可得，可以用地下买卖而得的零件组装，也可以直接到阿富汗农产地取点硝酸盐肥料，倒腾一番就是易燃易爆品。这种隐藏在荒漠中随机中奖的威力，可比伏击来的省事效果好多了，也让中东地面部队的每日行走都在心惊肉跳中度过。据伊拉克联盟伤亡统计网站连年的数据汇报，2007年至2008年，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死亡人数从78涨到152，到2009年又一次成倍增加，达到275人的水平。除了人数上的变化，简易爆炸装置在2年内成为联合国军在中东的主要死因，占比从43%增长到61%。这种死因在高度现代化的军队面前显得毫无技术含量。但是大漠之中，再先进技术都像打在棉花上，无敌放矢。但是对于前线的士兵们，正面冲突要比这些藏于暗处的简易爆炸装置危险得多。尤其是当你赫然出现在狙击手的瞄准镜里，即将独自面对德拉古诺夫的闷声问候的时候，同在意大利第503步兵团第2营，却不幸身处前线的士兵，在经历3月份的伏击之后某天，准备去巡逻的时候吐槽，狙击手配合德拉古诺夫几乎要把人吓嗝屁了。在靠近边境的库纳尔，出现第2多的就是火箭弹。自2009年到2010年3、4月份，第2营在狙击手的伏击之下，已经损失了2名士兵。如果是简易爆炸装置，可能伤亡更大。但是营地接到的情报表示，仅有几个炸药包被悄悄运到库纳尔，可能是为袭击巡逻队准备的大礼，但从数量上看，似乎过于俭省。而这精打细算的炸药分量，也说明在前线简易爆炸装置鲜少派上用场。苦战多时，就算是不讲究战术的美军、联合国军，也渐渐品出味来。
库纳尔这边的地方武装似乎格外偏爱火箭炮，这与其他地方的武装都不一样。同时，技术高超的狙击手让战地态势更为复杂，不可捉摸。狙击手是谁？他是如何获得如此精湛的技术培训的？美军要如何确定是否铲除了这号人物？毕竟，至今都只是被干掉的份，对方还未现真容。军方高层汉普顿少校表示，第二营独特的战地位置在狭窄的山口处，纳库尔的深邃山谷中，让他们最为接近隐藏的敌人。这些人的捉摸不透之处在于，他们的类型很杂，大到有意识、有行动目的与动机的团体，小到只为赚$1就卖命的各类亡命之徒，还有人数不明的孤立主义者。二营的空军技术员菲比·拉扎里迪斯对这其中的危险性做了如下解说：当你在战机上往下看，下面什么都没有，除了危机四伏的地形，就像一个糙汉子的大胡子。而隐居山谷之中的孤立主义者们，如果遇上，他们可能是当地武装的同盟者，也可能并不认同当地武装的战斗目标。在经历3月伏击的前几天，第二营的乔斯诺登上尉率先冲进了树林密布的乔凯山谷中，请求山中聚落长老收留并保护他们一段时间，以进行作战会议。第一次会议被不明身份的战斗机队三面包抄，而斯诺登带着部队在正面冲突之前开溜了。第二次会议中，聚落长老表示，他们确实表达了希望外部战斗者离开乔凯山谷的意愿，但是乔凯的孤立主义者无法强制他们离开，因为他们没有车辆、武器，任何能够支持作战的东西。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乔凯长老对这个山谷并未深入了解，因为那些看似混乱的武装团体、组织个人几乎盘踞在库纳尔最为偏僻、不为人知的角落，所以四处乱走，容易丧命。事情发展到3月底，第一中队克里斯·加斯佩里尼带着二营巡逻队来到了小镇丹干，与阿富汗安全局派出的特工见面，以获得一些军事情报，互通有无，增强战场态势感知。虽然更多的是凭借着潜意识对危机的感知求得生存，却不想获得情报更让人一头雾水。当特工列举出已确定的当地24名狙击手的名字时，加斯佩里尼问：“这里面是不是有人用的是德拉古诺夫？”特工非常确信地回答：“不，只有 AK-47。”所以那个德拉古诺夫狙击手究竟是谁？他在库纳尔的某处深藏功与名，带着一支非常危险的步枪，得到了精湛枪法的训练。为了找到这杆枪并把它撕碎，第二营将继续搜寻下去。美国这场参与时间最长的战争在混乱中从未停止，也无法停止。直至2011年3月28日，美国陆军网消息，库纳尔省开始流传一个有关本中尉的传奇事迹。本中尉身高10英尺3米，当他穿过山谷，他控制直升机，炸弹从天而降。即使拥有德拉古诺夫这样的神射手，当地势力也忍不住将神乎其技的本中尉收入购中。然而，这名中尉拒绝倒戈，于是不论死活，只要擒获本中尉，当地势力就愿意送出$25,000。10年前的$25,000刀更为值钱。本中尉的真身，美陆军中尉本杰明 ·A· 阿姆斯勒表示，他们这是害怕我们这个牌，在他们的剧本里，这个角色不是我，我代表了他，这是我的附属品。本中尉在获得这个赞誉之后，本杰明中尉对敌人也毫不手软。他的排第327步兵团第二营 B 排得到的任务指令强度仍然高居不下。本杰明回忆道，首次踏上这片边缘山谷丛林的时候，如果你不扛打，你连山谷都进不去。那既然费尽力气进了山谷，我们就宣布了我们的存在，告诉他们来的是谁，特别是我这个带头人，我要坚定立场的和他们抗战到底，保卫这里的人民。进入山谷之中，85%的时间，本杰明的排都在和地方势力进行接触，并不断深入宣扬正道的光。有关悬赏的消息也来得不一般，可以说是这种十分直白、接近真诚的作战方式，让本杰明中尉接到了敌方首脑的电话，因为他希望得到任何人的联系，以获得当地更多的信息。只要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沟通，对方在此次通话中提出的条件：本中尉，您很优秀，我们将给您一次机会。本杰明的回答是：有分歧可以讨论，但让我给你们卖命不行。对此，本杰明的看法是，这只是他们的策略，他们仍在暗中伺机而动。在之后，他就听说自己被悬赏了。本杰明 ·A· 阿姆斯勒中尉，实际身高5英尺9英寸 1.75米，与常人无异，宽肩，面容坚毅，神色锋利。美军当中这样真实传奇的人物获得以上声名的时候，刚入伍不到2年。库纳尔省的山谷也是他首次部署任务。但他在同样传奇般危险的地方，不仅没有退缩，更展现出了强龙堪压地头蛇的气势。当传奇的狙击手对上传奇的本中尉，中东库纳尔似乎能好起来。由此可见，
在2011年左右，美军在中东地区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不像现在。